欢迎来到 Super ELS Station。宋小如一开始喜欢的人是夏山，这并不奇怪。换做别的姑娘，如果夏山和赵之安同时出现，第一眼看到的也会是夏山，并不是赵之安不起眼，而是夏山太耀眼。夏山是文学社社长，个头高，性格外向，笑起来又好看。他穿着藏青色的风衣，搭条围巾往台上一站，慷慨激昂地讲了2个小时后，宋小如的心裂开了一条缝，住进了这么一个人。少女的心事无处安放，宋小如能想到的最特别的表白方式是写一篇以自己和夏山为原型的小说，在故事里告诉夏山自己喜欢他。可宋小如没想到半路会杀出个赵之安，这个男生就像是一眼戳穿了他的心事，给他直接退了稿。赵之安是文学院的才子，文学社的主编。才子一身傲气，文学社的例会只有偶尔出席，所以宋小如加入文学社1-2个月了，也没有见着传说中的赵之安。这一见面就是赵之安找他谈话。阶梯教室里开完例会，只剩赵之安和宋小如。赵之安厚重的眼镜片下是张不苟言笑的脸。他和夏山同级，都是大4的学长，但宋小如觉得夏山还是少年，而赵之安却像教导主任。赵之安看着他，语重心长地说：“宋小如，你的文学功底不错，但你不能喜欢夏山。”文学功底和喜欢夏山有什么关系？宋小如刚想反驳，赵之安却结束了对话。他说：“夏山不适合你，你听我的没错，就这样，我先走了。”宋小如追着赵之安的背影喊：“哎，为什么不能喜欢他呀？”赵之安并没有理他。宋小如撇撇嘴，在心里想，这个男生可真是奇怪，他才不要听他的。喜欢夏山的女孩排着队，宋小如一着急，干脆豁出去了。他在半路上拦住从教室里上完课出来的夏山，对他说：“哎，我喜欢你。”夏山一下子就乐了：“哇，这么直截了当的妞，我喜欢，行，做我女朋友吧。”宋小如咧开嘴笑啊笑，像是一下子拥有了全世界。他并没有注意到旁边站着的赵之安，这个男生的眼神里满是忧伤。那一刻，宋小如只看得见和星河一样耀眼的夏山。回到宿舍，宋小如收到赵之安的短信，他说：“你何必撞了南墙才回头？”宋小如恶狠狠地回：“主编大人，不劳您费心。”宋小如一心扑在夏山身上。有天晚上宿舍都熄灯了，夏山说：“心情不好，陪我出来聊聊天。”宋小如假装肚子疼，骗过宿管阿姨出来见夏山。但宋小如没想到夏山会带她去开房。他们恋爱不到3个月，他确实爱她，但把自己交给他，宋小如是有犹豫的。夏山不高兴了，他说：“你不是爱我吗？爱我为什么不能给我？”问得宋小如都有些内疚了。他怯怯地问：“能再给我一点时间吗？”夏山皱了皱眉头，翻了个身，没再搭理他。宋小如看着呼呼大睡的夏山，有些难过。他要是爱他，不应该尊重他吗？但夏山的逻辑是，他要是爱他，应该给他。这件事成了一个心结，
而且相处时间越久，宋小茹越是看不透夏山。夏山还有太多的另一面，他脾气很臭，他和很多女生暧昧，他有时还无故失踪好几天。赵志安好像说的没错，夏山并不适合他。特别是当宋小茹看到夏山将文学社拉来的赞助私自拿去买了笔记本时，这个男生身上的光芒突然就消失了。爱与不爱，有时候真的只是一瞬间的事。夏山再提开放，宋小茹看着他，有点难过地说：“我们要不还是分手吧。”夏山愣了一下，然后笑着说：“行，你说了算。”这场恋爱由宋小茹开始，也由他结束。好像爱夏山这件事，他只是爱了一下他好看的皮囊，并没有伤筋动骨。宋小茹退了文学社，赵志安第一时间打来电话说：“南墙撞好了，就好好写作，别整天儿女情长的，浪费了才华。”宋小茹没好气地说：“哎，你安慰下人会死啊。”那头的赵志安却挂了电话，宋小茹有点哭笑不得。但那天之后，赵志安每天跟他打电话、发短信、发微信，有时候是让他去图书馆一起看小说，有时候是发现了一部好电影推荐给宋小茹，有时候是说想吃食堂3楼的地锅鸡，拉着宋小茹拼桌。这样的剧情上演了1个月，宋小茹觉得不对劲儿，她问赵志安：“你不会是喜欢我吧？”教导主任赵志安一下子脸红了。宋小茹看着眼前的男生，一颗心不知怎么的就动了下。她说：“喜欢我就直说呗，我也挺喜欢你的。”赵志安的脸更红了。其实他早就喜欢他，比宋小茹知道的还要早。当初文学社纳新，不论是面试还是笔试，宋小茹都让他印象深刻。奈何那时宋小茹只看得到夏山，比起夏山，赵志安真是个很好很好的男朋友，随叫随到，送温暖，送关心。宋小茹觉得和这种男生谈恋爱真是窝心。夏山看到他和赵志安在一起后，找到他说：“搞了半天，原来你早就劈腿了，你这样我多没面子。”宋小茹懒得理他。可第2天，宋小茹是援交女的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一样在学校里蔓延开来。夏山人品差，但宋小茹没想到会差到这种地步。赵志安来找宋小茹去食堂吃饭，宋小茹哭丧着脸说：“赵志安，我不是他说的那样。”赵志安摸了摸她的头，温柔地说：“你以为我会信他吗？”宋小茹一下子就放松下来，哪怕全世界的人都不信他，只要赵志安信他就可以了。但宋小茹高估了自己，也没料到夏山会无耻到四处散播谣言，绘声绘色地描述他和宋小茹上床的细节。问题是，他们何时上过床？就因为他和他分手后很快和赵志安恋爱，然后就应该被怀疑在这之前劈了腿，然后就应该这样被他毁掉名声。赵志安去找夏山打了一架，场面有点血腥，惊动了教务处，这事儿闹得更大了。宋小茹那段时间不敢出宿舍门，好像走到哪儿都有人指指点点。“哎，
听说就是他耶。哎呀，看着还挺清纯的，没想到是这种人。脚踩2只船不说，听说还有人包养着呢。赵志安很着急，他恨不得和每一个嚼舌头的人打一架。宋小茹看着他说，你难道还想把事儿闹得更大吗？赵志安扶了扶眼镜，一脸愧疚。他说，小茹，不管他说什么，我都相信你。以前宋小茹以为只要赵志安相信他就可以了，但当他去打个水都有人在身后窃窃耳语时，他确定自己的情绪崩溃了。宋小茹开始大段的失眠，时常睁着眼睛到天亮，意识到自己抑郁症发作是有天在宿舍，看着楼下来来往往的人群，他突然有跳下去的冲动。高3的时候，因为学习压力大，宋小茹有过轻微抑郁。从抑郁里解脱出来后，她努力让自己变成一个性格开朗的姑娘，喜欢一个人就告诉他，却没想到喜欢下山这件事会成为她人生里的一个灾难。宋小茹掉在这个灾难里出不来。有天在宿舍削苹果，水果刀像是不听使唤的划在了手臂上。宿舍的姑娘们吓坏了，将她送去医院，通知了家长。做出休学的决定时，宋小茹是平静的。当她不能自救时，也许离开这个环境一段时间是最好的救治方法。宋小茹去找赵志安说分手，这个男生板着一张脸说，分手是要2个人说了才算数的，我不同意。所以宋小茹，你还是我女朋友。宋小茹没和他争辩，2人即将天各一方，还有谁会记得谁？再说他有抑郁症，很多人唯恐避之不及，而赵志安大抵是不想让他太伤心吧。休学回家后，宋小茹每天画画、看书，定期看心理医生，一切看起来很正常，只有她自己知道，那种特别绝望的时刻里，时常有种想死的冲动。和这种冲动做斗争的过程很难，也很辛苦。赵志安每天都会发来微信，有时是个笑话，有时是问他有没有吃饭。他从来不提他的病，但经历过下山，宋小茹已经很难再相信爱情了。下山破坏了他对爱情的胃口，也破坏了他对所有美好的想象。现在他是个病人，已经不敢奢望有人还来爱他。闺蜜说赵志安是个好人，你不应该这么放弃他。宋小茹知道赵志安是个好人，他绝对不会是下山，但正因为他是好人，他更不能害他。有天宋小茹在家对着小时候看过的绘本发呆，赵志安的电话打过来，想到第3遍的时候，宋小茹接起来，她听到那个熟悉的声音说，宋小茹，你家楼下的这只猫看起来好可爱啊。宋小茹走到窗口，看到提着大包小包的赵志安，冲她傻笑，嘿，女朋友，愣着干嘛？还不赶快下来，我可是带着全部家当来投奔你了。宋小茹一下子红了眼眶。赵志安拿到毕业证后，第一时间拖着行李来到他的城市。他说，宋小茹，这辈子我赖定你了。
宋小如沉溺在这样的温柔里，觉得眼前的世界可真美好。但下一秒，她又很快冷静下来。她下楼对赵志安说：“赵志安，我是病人，你别一时冲动。你家里人要是知道我有抑郁症，也不会同意我们在一起的，所以你赶紧回去吧。”赵志安丢掉行李，走过来抱住他。谁说你有病，我跟谁急？在我眼里，你从来都不是病人，以前不是，以后更不是。宋小如的眼泪哗啦啦的往下掉。以前她看过一个故事说，有个精神病人觉得自己是一只蘑菇，不吃饭，不喝水。医生说他也是蘑菇，但他既吃饭又喝水。就这样，医生带领病人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其实病人并不需要太多的劝解和安慰，他需要的只是有一个人在他身边陪伴他，关心他。赵志安就是那个愿意陪他蹲下来做一只蘑菇的人。听到这里，你要问宋小如和赵志安的后来是吗？后来宋小如去学校完成学业，赵志安在他家所在的城市打拼。再后来他们结婚，有了一个可爱的宝宝。这中间的过程冷暖自知。但当宋小如生完孩子，抑郁症都没再发作时，她是真的好了起来。这世间并不是每一个抑郁症患者都能有宋小如那么幸运，也并不是每一个男生都能像赵志安那么坚定。这样的爱情因为稀少，更加珍贵。结婚1周年纪念日那天，宋小如一大早给赵志安发了条微信说：“赵先生，谢谢你敢和我相爱。”这个男人在卫生间里看到微信，回过头朝他傻笑。